我中秋放假没买到回家的票，于是报了个88块钱回家的旅游团。可到了地方，导游瞬间换了一个面孔。这家礼品店所有人都最低消费5000块，敢不买的，小爷我就把它扔在这，看你们怎么走出这座大山。其他游客闻言都骂骂咧咧地走进礼品店，只有我站在一旁迟迟未动。我劝你别给脸不要脸，敢不买东西，信不信我立马摇人来收拾你？可我却看向不远处满是纹身正在摆摊的老弟，下一秒便撒丫子往那边跑去。敢跟我在这横，那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地头蛇。原来临近放假前，我的手机突然弹出一条广告：不要699，不要599，只要88即可享受全包式体验黑风山7日游。我擦，这不是我老家吗？我从这回去光是火车就要600多，还不算到了当地转汽车的钱。可这旅游团竟然才要88。虽然知道这里面可能有坑，可为了省钱，我还是果断报了名。很快，我便来到高铁站，找到了导游。大家好，我是王强，也是这次去黑风山的导游。在开始旅途之前，还请各位都把证件上交一下。这真的是导游吗？染个黄毛穿的邋里邋遢就算了，普通话还这么不标准。等所有人都把证件上交后，我明显看到王强得意地笑了一下，心中也愈发不安了起来。果然，从高铁转到大巴后，王强身上的痞气就显露出来，直接在车上肆无忌惮地抽起了烟。小伙子，能别在车上抽烟吗？这味道太呛了。老子爱抽就抽，受不了就滚下车去。不过我可告诉你，进出黑风山的车每天就这一辆，要是在荒郊野岭的发生什么，我可不负责。你怎么说话的？有你这么当导游的吗？老子每人就收88块钱，还要我点头哈腰的伺候你啊！闻言，大妈气得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可事到如今，她也不敢得罪王强，只好阴着脸扭头看起了风景。这时，一位大叔的肚子突然叫了一声：“导游啊，这都中午12点了，啥时候发中午饭啊？”这就给你们发，跟饿死鬼投胎一样，催什么？可众人等了足足半小时，最后却只分到一个巴掌大的面包。不是，我们虽没指望88块的旅游团能吃多好，但起码得让我们吃饱吧？拿一个面包糊弄谁呢？就是这点东西够谁吃？而且也没有喝的。见状，王强却兴奋地搓了搓手，紧接着从带来的箱子里拿出一大堆吃的喝的。想吃东西可以啊，掏钱买呗。盒饭200块，矿泉水100块，连个泡面都要60块，你也太黑心了，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当初报名的时候说的好听，合着全是骗人的，我还就不买了。真饿出什么毛病，你们旅游团担得起责任吗？不买行了，我又不强买强卖。但话说在前面，要是晚上再想买的话，价格可就不止这些了。顺带提醒一下，你们的证件都在我这，在这7天内，谁都别跟我提回家的事。闻言，游客们纷纷泄了气。在这连网络都没有的大山里，和王强对着干显然不是明智之举。随着一人上前买了瓶矿泉水，其余人也赶紧起身买了些物资。可我却从书包里掏出了根巧克力，淡定自若地吃了起来。只因这段路我熟得很，最多3个小时便能到镇上的集市，到时花点小钱便一口气吃到城。很快车子便停在了景点里，可众人才刚下车，王强又整起了幺蛾子。大家都别乱走啊！这山里人脾气都比较大，出了啥问题我可解决不了啊！还有这家礼品店卖的都是当地的特色，每个人都进去消费下，最低5000块。妈的，你别得寸进尺了，就是报豪华点的旅行团也用不了5000那么多。不买可以啊，那我就把你们扔在这，看你们怎么从山里逃出去。闻言，众人只好骂骂咧咧地走进了礼品店，唯独我一人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我劝你别跟我犟，实话跟你说吧，我跟这礼品店老板关系好，你不买的话，可不止被留下来这么简单，到时恐怕还得吃点苦头。我就是个穷学生，兜里比脸还要干净，要不你先借我点。别给脸不要脸，没钱就把手机当了。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在店里消费满5000块。闻言，我差点笑出了声，只因黑风山每人都会点古术，而我自小便在黑风山长大，还是镇子上唯一的大学生，山里人都对我宠爱有加。礼品店的老板虽在当地也有点势力，可见了我也得笑脸相迎。这时我转头望向不远处的摊子，哟，这不是我老爸吗？还有大伯婶子，就连邻居家的爷爷也在。见状，我立马撒丫子往那边跑去。回过神的王强立马追了上来，途中还不忘拨通了老板的电话。兄弟，门口这有个兔崽子，不买东西还想跑，你赶快带人过来一趟，老子今天必须给他点颜色瞧瞧。你个废物东西，还想在这跟小爷我动手？有种你过来！兔崽子，你有种别跑！看到我后边的那群人了吧？要是你不想吃苦头，就现在跟我跪下认错，然后回店里消费。老爸，大伯，我被人欺负了，你们快来帮我啊！话音刚落，我爸就带着一群人乌泱泱的围了上来，手里还拿着各种奇形怪状的武器。我看谁敢欺负我儿子！我看谁敢欺负我儿子！误会，这都是误会啊！强哥，我真不知道是您回来了，我要是知道这是您，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这个叫安子的老板，平时在镇上靠着这家黑店作威作福，仗着自己有几个小弟横行霸道，但他心里清楚得很，在这黑风山真正的瘾是眼前这群看似淳朴的山民。刚才你冲出来的时候不是挺横的吗？我听王强说你还要给我点颜色看看，颜色呢？强哥，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祖宗，我上有80老母，下有3岁小狗，我就是个打工的，都是安子指使我干的。他说不消费就把游客扔山里，还说跟您关系好，让我随便折腾。
刚才在车上欺负大爷大妈的时候，不是挺厉害吗？跟这种人废什么话？按照咱们山里的规矩，怎么处置你说了算。听到山里的规矩这5个字，王强和安子抖得更厉害。他们可是听说过黑风山的规矩，进去的人没一个能完好无损的出来。规矩嘛，自然是要守的。不过今天我心情好，不想见血。好，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你们2个想走可以，但是得先帮我们村里干点活。干活？干什么活？第二天一大早，王强和安子就光荣地成为了我们村的义务劳动模范。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全村掰玉米。哎呦我的腰，这活是人干的吗？我感觉我快要累死了。早知道这样，我宁愿被打一顿。加把劲啊，2位大爷大妈们可都看着呢。你们的表现决定了你们什么时候能拿到证件回家。不远处，之前被王强坑害的游客们，现在人手一个小马扎，像看戏一样看着他们俩。活该，让你们坑人。现在知道错了吧？小伙子这招真高，就得这么治他们，比打一顿解气多了，让他们体验体验劳动人民的辛苦。至于安子的那帮小弟，早在我爸带着人出现的那一刻就作鸟兽散了。而那家礼品黑店也被我爸暂时查封，把收下的黑心钱退还给了那些被迫消费的游客。就这点活，还没我老头子一个人干得快。安子，你那腰是面条做的吗？还有你那个黄毛，掰个玉米跟绣花似的。大爷，我们真不行了，让我们歇会儿吧。行啊，掰完这一片的就让你们休息，顺便把村里所有猪圈都给清理一遍。什么？清理猪圈？你们有意见？有意见就继续掰玉米，掰到明年也行。不歇了，我们掰玉米。2人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掰玉米的速度瞬间快了1倍。就在这时，一驶黑色的豪华轿车缓缓驶进了村口，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走了下来。总算找到这个地方了，黑风山，从今天起他就要姓赵了。请问哪位是村里的负责人？我就是村长，你有什么事？村长您好，我叫赵天成，是宏远集团的开发部总经理。这次来是想和咱们村谈一个合作项目，一个能让大家发家致富的大项目。宏远集团根本没听说过。我虽然一直在外面上学，但也时常关注商业新闻，一些大的开发集团我都有所耳闻。怎么感觉这么像皮包公司？我们这儿山好水好，日子过得挺舒坦，不需要什么大项目。老村长，话不能这么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那多可惜。我们集团计划投资5个亿，把黑风山打造成一个集温泉、度假、养生于一体的高端旅游区。听到5个亿，正在掰玉米的王强和安子都惊得停下了手里的活。我的乖乖，5个亿，这老板比咱们格局大多了。到时候我们会征用村里的土地，每家每户都能拿到一大笔拆迁款，而且我们还会给村民们提供就业岗位，1个月工资保底5000，大家再也不用辛苦种地了。赵总画出的大饼实在太诱人，一些路过的村民听到后都忍不住围了过来。赵总，你说的倒是好听，可我怎么看你这都不像是个正经生意人。你先把合同拿出来，我们看看。小兄弟，你这话说的，合同自然是有的，但总得先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诚意。他身后的保镖立刻打开后备箱，从里面搬出了一箱箱的食用油和一袋袋的大米。乡亲们，初次见面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每家每户都有一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的开发计划，以后这样的福利天天有。一来就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这套路也太老了。这家伙绝对有问题，但是仅凭我的几句话很难说服被眼前利益蒙蔽的乡亲们。我必须找到这个赵总的破绽，不然我们村子可能真的要被他骗了。当天晚上我回到家，立刻上网查了这个所谓的宏远集团。果不其然，这根本就是个刚注册不久的空壳公司，网上能查到的信息全是假的。儿子，你确定这个赵总是个骗子？我看他出手挺大方的，不像假的。爸，你看这家公司的注册地址是在一个居民楼里，注册资金也才10万块，一个只有10万块的公司，拿什么来投资5个亿？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这个王八蛋敢骗到我们黑风山头上来了，我明天就召集村民把他赶出去。不行，现在很多村民都被他的油和米收买了。你现在去说，他们不但不信，可能还会觉得我们是想断他们财路。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骗人吧？硬着来不行，我们就来软的。他不是说要开发吗？那我们就让他开发。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招。第二天，赵总又带着人来到了村里，这次他带来了一位所谓的地质专家，说要勘探我们村的地形和水文，为开发做准备。根据我的初步勘探，这里的山泉水质地纯净，富含多种矿物质，非常适合开发成高端矿泉水。大家听到了吗？专家都说了，咱们这里遍地是宝啊，以后光是卖水都能让大家发大财。真的吗？我们喝了几十年的水还能卖钱？那我们岂不是要发了？就在村民们兴奋不已的时候，我慢悠悠地走了过去。专家，您这高科技仪器是测什么的？看着挺厉害的。这是从德国进口的多功能地质构成分子探测仪，可以分析出土壤和水源里所有的微量元素。那您能用这个德国探测仪帮我看看这块石头是什么成分吗？当然可以。只见那个所谓的专家拿着探测仪对着石头扫了半天，额头上都冒出了汗。这个根据仪器显示，这块石头的主要成分是2氧化硅。对，
就是二氧化硅。他话音刚落，周围的村民们突然哄堂大笑起来。专家，你再仔细看看，这明明是我家用来垫桌角的石灰石，你要不信，我还能从我家墙上再抠1块下来给你测。王专家是在跟大家开个玩笑，勘探是个严谨的工作，我们怎么能拿路边的石头来测试呢？虽然赵总极力掩饰，但村民们看他的眼神已经带上了一丝怀疑。毕竟一个连石灰石都认不出来的专家，实在没什么说服力。赵总，开玩笑可不是这么开的。我们村虽然穷，但人不傻。你要是真想合作，就拿出点诚意来，别找这些不入流的演员来糊弄我们。小兄弟说的是，这次是我们的失误，为了表示歉意，今天中午我做东，在镇上最好的饭店请全村人吃饭，算是赔罪。一听说要去镇上最好的饭店吃饭，不少村民又动心了。我爸想开口拒绝，但我暗中拉了拉他的衣角，示意他答应。请客吃饭，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好也让被你忽悠的村民们看看你的真面目。中午，赵总果然包下了整个饭店，山珍海味摆了满满一桌。村民们哪见过这场面，一个个都有些拘谨。乡亲们，今天的事是我不对，我自罚3杯，希望大家不要往心里去。我们宏远集团的诚意日月可见，只要大家签了这份土地转让意向书，明天我就把第一笔补偿款打过来。原来他的目的就是想趁着酒酣耳热，骗村民们签下这份意向书。我们不签，这地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卖。可是赵总给的钱确实不少啊。老村长别这么固执了，时代在发展，要学会变通。你看，连你们村的劳动模范都想通了。说着，赵总指向了角落里的一桌，只见王强和安子正坐在那里，面前也摆着同样的意向书。只要你们签了字，以后就来我公司当项目经理，工资翻倍。怎么样？考虑好了吗？是继续回村里掰玉米、掏猪圈，还是跟着我当经理开豪车？选择权在你们自己手上。安子终于忍不住了，拿起笔颤颤巍巍的就要签字。我签。快看，他要签字了。安子，你可想好了？你家祖上3代都是黑风山人，你爷爷的坟还在后山呢。你签了这份字以后，还有脸上山去给你爷爷扫墓吗？安子的笔尖猛地一顿停在了纸上，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还有你王强，你坑蒙拐骗是不对，但你也看到了，我们村的人虽然罚你，却没真正伤害你。你觉得这位赵总他会比我们更心善吗？你今天帮他骗了村民，明天他就能把你像垃圾一样扔掉，你信不信？王强看向赵总那张笑里藏刀的脸，也默默停下了准备签字的手。小子，你少在这妖言惑众，他们跟我是光明正大的合作。赵总，你说的合作是这个吗？手机屏幕上开始播放一段新闻视频，视频里一群农民拉着横幅在一家公司门口抗议，横幅上写着“无良开发商宏远集团还我血汗钱”。据悉，宏远集团以开发旅游区为名，骗取了河口村村民的土地转让款后，便人间蒸发，导致上百户村民血本无归。视频播放完后，赵总的脸白得像一张纸，所有村民都震惊地看着他。好啊，原来你是个大骗子，比我还黑，想骗我们村门都没有。乡亲们，现在你们还相信这位赵总吗？赵总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带着人准备离开。赵总先别急着走，这顿饭钱还没结呢。让开，一顿饭钱而已，我赵某人还付不起吗？那好啊，赵总大气，老板算账。赵总您好，您今天一共消费了10桌，加上酒水总共是88888，给您抹个零，算88800就行。这么贵？你们这是黑店？赵总，这可都是您亲自点的，菜单上明码标价。再说了，我们这可是镇上最好的饭店，这个价钱很公道。其实这家饭店的老板是我爸的远房亲戚，我提前就打好招呼，让他准备2份菜单，一份是正常价格，另一份嘛自然是赵总定制版。就是，我们山里人吃饭可从来不赖账，城里来的大老板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是啊，刚才还说5个亿呢，怎么8万多块就心疼了？我看到5个亿就是吹牛的。刷卡，不好意思啊，赵总，您的卡余额不足。这下村民们都忍不住笑出了声，用一种看小丑的眼神看着赵总。你们2个身上带现金没？赵总，我们也没那么多钱。赵总，没钱没关系啊，我们村别的不多，就是庄稼多。要不你跟王强和安子一样，也去我们村当几天劳动模范，掰掰玉米，清清猪圈，这饭钱就算抵了，怎么样？你欺人太甚，跟你这个骗人血汗钱的东西比起来，我算是客气的了。赵总咬牙切齿地打电话摇人送钱结了账，临走前他那怨毒的眼神仿佛要在我身上戳出2个洞。儿子多吃点，这次多亏了你，不然咱们全村人都要被那个姓赵的骗了。那肯定的，江子可是咱们镇上唯一的大学生，太给咱秦家长脸了。爸妈，你们别这么说，我也是咱们村的一份子，保护村子是应该的。不过什么？我总觉得那个赵总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他那种人睚眦必报，我们得想个办法，彻底杜绝这种事情再发生。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总是等着别人来骗，等着别人来破坏，我们得主动出击，把咱们黑风山的优势真正利用起来。就在这时，王强和安子扭扭捏捏地走了进来。经过这几天的劳动改造和共同对抗赵总的经历，他们俩对我们的态度已经完全变了。那个秦哥、叔婶，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谢谢你们没把我们送去派出所。是啊，我们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干那种坑人的事了。知道错就好，快坐下一起吃点。看着他们俩，我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你们2个对旅游这行很熟吧？
还行吧。之前当黑导游也算是摸清了游客的喜好，他们就喜欢新奇、好玩、没被开发过的地方。这就对了，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搞旅游呢？我们有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还有独特的民俗风情，完全可以搞原生态的体验式的乡村旅游。自己搞旅游，这能行吗？我们没钱也没经验，钱可以想办法，经验可以慢慢学。王强和安子不就是现成的经验吗？我们没错，就是你们，一个熟悉游客心理，一个熟悉本地门路，让你们将功补过，把以前骗人的本事用在正道上，你们干不干？王强跟安子当机立断地加入了我们。第二天一早，我就召集了全体村民来到村委会。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件大事，一件关系到我们黑风山未来的大事。我把我关于原生态乡村旅游的想法详细地告诉了村民们。江子，你说的这个是好，可是游客能来我们这穷乡僻壤吗？是啊，我们这儿路也不好走，啥现代化的娱乐设施都没有。大家担心的我明白，但你们想过没有？现在城里人缺的不是高楼大厦，缺的恰恰就是我们这里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他们要的就是这份土味。没错，我当导游的时候，听那些游客抱怨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景点人太多，太商业化，一点意思都没有。咱们这里没开发就是最大的优势，这叫什么？这叫差异化竞争。王强不愧是干过导游的，一番话说得头头是道，把村民们都给说愣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把我那个礼品店改成黑风山农特产展销中心，不卖假货，就卖我们自家种的粮食、养的鸡鸭、做的手工艺品，保证货真价实。我支持江子，与其等着别人来骗，不如我们自己干出一番事业。赔了我这把老骨头认了，赚了那是全村人的福气。乡亲们，我们不需要投很多钱，有房子的出房子，有手艺的出手艺，有力气的出力气。我们把整个村子当成一个公司，大家都是股东，赚了钱家家户户都分红。我活了80多年，就没见过村里这么热闹过。江子说的对，与其守着穷日子，不如拼一把。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教大家编竹筐。我第一个报名。我报名，我家有3间空房。我会做我们村的特色米糕，还能带游客去山里采蘑菇。然而我们谁也没想到，就在我们热火朝天准备开干的时候，赵总的报复也悄然而至。这天晚上我回家时，突然看到2道身影在村口的水源地附近晃悠。这么晚了，会是谁？我悄悄地跟了过去，借着月光，我看到那2个人手里拎着一个桶，正准备往我们村赖以生存的泉水井里倒东西。不好，他们要污染水源，这肯定是赵总派来报复的。我们搞生态旅游最重要的就是环境和水源，如果水源被污染了，那我们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我不能让他们得逞。我左右看了一下，抄起身边一根树枝，大喝一声冲了出去。你们干什么？他妈的谁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赵总说了，让我们来给你们村送点特别的礼物。是吗？那我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回礼。兄弟一起上，废了他！他俩一左一右朝我包夹过来，可我却丝毫不怕，只因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爬树下河，身手比他们灵活多了。我的腿！另一个保镖见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小子，是你自己找死！看到刀子，我心里也是一紧。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黑影从旁边的草丛里窜了出来，一口咬在了他持刀的手上。这不是我爸养的猎犬大黑吗？他怎么会在这里？放开，快放开，疼死我了！大黑松口！大黑听到我的命令，这才松开了嘴，但依旧呲着牙盯着那2个保镖。这时，我爸带着一群村民，拿着手电筒和农具也赶了过来。江子，你没事吧？我没事，多亏了大黑。好啊，是赵天成那个王八蛋干的，竟然想出这么歹毒的招数。我把手机掏出来，对着那2个保镖和那个水桶一顿猛拍，把证据全都保存了下来。是不是赵天成派你们来的？是，他让我们来污染你们的水源，还说事成之后再找人去网上发黑帖，说你们村环境差，食物不干净。太坏了，这心也太黑了。把他们送到派出所去。想走吗？可以，把这个喝了。大哥，别介，这喝下去会死人的。你们也知道喝下去会死人，那你们把它往我们全村人喝的水井里倒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呢？2人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当然不会真的让他们喝下去，我只是要让他们感到恐惧。回去告诉赵天成，他的礼物我们收到了，我们的回礼很快也会送到，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最后在村民们的护送下，2个保镖连滚带爬地逃离了村子。接着我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这是我大学同学，一个在省电视台实习的记者。你想跟我玩舆论战，那我就陪你玩到底，还要玩个大的。第2天，我的大学同学李然就带着设备来到了我们村。我并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他赵总的事情，而是先带着他在村里四处参观。天啊，秦江，你们这儿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这空气，这风景绝了。我们首先来到了用村民老房子改造的民宿，房间被收拾得干净整洁，保留了土墙和木梁的原始风貌，但床上用品和卫生间都是全新的。这感觉太棒了！推开窗就是一幅山水画，比那些5星级酒店的景观房强多了。这要是发到网上，肯定能火。接着我们又去了安子改造的农特产展销中心。李记者，您看，这都是我们自家产的啊！这个蜂蜜是我老婆亲自去后山摇的，纯天然无添加。这个鸡蛋是早上刚从鸡窝里捡的，还热乎呢。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逛了一圈下来，李然已经彻底被我们村吸引了。李记者逛累了吧？快尝尝我们黑风山的特色菜，太好吃了！这个鲜味是我在城里任何一家饭店都没吃到过的。是啊，
我们这里什么都好，就是怕这好日子过不长久。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自己看吧。李然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震惊和愤怒。岂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如此猖狂之徒，为了商业利益就要毁掉这么美好的地方，还要砸掉这么多淳朴村民的饭碗。所以我想请你帮忙。这不是帮忙，这是我的职责。秦江，你放心，这件事我管定了。我们不仅要报道你们村的美好，更要揭露那些试图破坏美好的黑恶势力。我看着一脸正气的同学，知道我这步棋走对了。赵天成，你想用卑劣的手段毁掉我们，那我就让你和你的宏远集团在阳光下无所遁形。就在李记者在我们村进行深度采访的同时，赵总的舆论攻击也开始了。网络上突然出现了许多抹黑我们黑风山的帖子和视频，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说我们村环境脏乱差，水质有问题。这纯属胡说八道！我们村的水我喝了一辈子，怎么就有问题了？秦哥，这可怎么办？这些帖子传得很快，已经有几个预定了民宿的游客打电话来要取消了。别急，让他们闹，他们闹得越欢，到时候摔得就越惨。李然，我们的节目什么时候播？别急，我已经跟台里申请了，插播在今晚的黄金档民生节目《焦点追踪》里，保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晚上8点，赵天成欣赏着自己一手制造的网络舆论，心情无比舒畅。继续给我加大力度黑，我要让那个孙子永世不得翻身，让那个姓秦的小子知道跟我斗他还嫩了点。就在这时，他办公室的电视上开始播放焦点追踪节目。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焦点追踪。近日网络上流传着关于黑风山村环境污染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们的记者也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调查报道。来得正好，让更多人看看那个破村子有多烂。然而电视上出现的画面却不是他想象中的脏乱差，而是李记者镜头下如同仙境般的黑风山。这里就是网传被严重污染的黑风山，但正如大家所见，这里山清水秀，宛若世外桃源。那么网络上的传言究竟从何而来呢？电视画面一转，开始播放秦江手机里的视频，两个混混被抓后交代是赵总指使投毒，紧接着又播出了之前在饭店里赵总公司被揭穿是骗子公司的新闻录像。什么恶意竞争、雇凶破坏，企图毁灭一个村庄的希望。赵某和他的所谓宏远集团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商业道德问题，更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目前相关部门已经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介入调查。赵天成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浑身止不住的颤抖。焦点追踪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赵总和他的空壳公司很快就被相关部门查封，他本人也因为涉嫌诈骗、恶意破坏生产经营等罪名被依法逮捕。而我们黑风山则一夜爆火。那辆车往这边停，大家注意安全，不要拥挤。来，大家排好队。刚出炉的山泉米糕，一人限购2份。我的手机快被打爆了，全都是预订民宿和咨询旅游的电话。我们策划的黑风山生态旅游村开业第一天，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客流高峰。家人们，我到黑风山了，跟电视上一样，不，比电视上还美，空气里都是甜的。太有意思了，这可比去那些人挤人的景点好玩多了。老村长，你们村太棒了，民风淳朴，风景又好，东西还好吃。我们下个星期还带朋友来。好，欢迎你们常来。我们竟然真的靠自己的双手改变了村子的命运。晚上我们在晒谷场上点起了盛大的篝火，游客和村民们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秦哥谢了，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还在哪个角落里当个人人喊打的黑导游，或者已经进了局子。是啊，是你让我们知道人可以换一种活法。路是自己选的，你们只是选择了那条更难走，但也更光明的路。看着他们俩如今充满干劲的样子，我不禁有些唏嘘。就在这时，村口传来一阵骚动，一辆警车闪着灯开了进来，停在了晒谷场边上。请问哪位是秦江？我就是。警察同志，有什么事吗？我们接到举报，你涉嫌非法集资和无证经营旅游项目，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篝火晚会欢乐的气氛瞬间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警察同志是不是搞错了？我儿子是为了我们村好，怎么可能是非法集资呢？是啊，我们都是自愿的，江子没拿我们1分钱。我们这是合伙干事业，不是集资，你们不能随便抓好人啊！村民们一下全都围了上来，情绪激动地为我辩解。王强和安子更是直接挡在了我和警察中间。警察同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我们所有的账目都是公开透明的，每一笔钱的用处都记得清清楚楚。大家请冷静，我们只是接到举报，需要秦江同志回去协助调查，并不是要逮捕他。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爸，大家都别激动，我相信警察同志会查清楚的。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去一趟就是了。这背后没人搞鬼，我是不信的。赵总虽然倒了，但难保他没有同伙，或者有其他眼红我们项目的人在暗中使坏。我跟着警察来到了镇上的派出所，在询问室里，我把我带领村民们集资入股，共同开发乡村旅游的整个过程原本地说了一遍，并且把我们共同制定的黑风山村民合作社章程和所有的财务账本都交给了他们。账目很清晰，这种村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模式确实不属于非法集资的范畴。不过你们的旅游项目办理相关的经营许可证了吗？还没来得及，
我们想着先是运营一下看看效果，如果可行再正式去申请。这就是问题所在。按照规定，任何经营性旅游活动都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和许可。你们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在程序上确实存在违规。听到这里，我心里一沉，我光想着怎么把项目做起来，却忽略了这些重要的法律程序。举报人就是抓住了你们这一点。不过念在你们是初犯，且没有造成不良后果，社会反响也很好。我们会向上级部门汇报，对你们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限期整改。谢谢警察同志，我们马上就去补办所有手续。就在我以为事情即将结束时，询问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走了进来。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最后叹了口气，说出了一句让我震惊的话：“对不起，秦江，举报你的人是我。”安子，为什么？既然你来了，就把情况说清楚吧。江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在安子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就在我们项目爆火之后，之前跟着安子混的一个小弟找到了他。那个小弟如今跟了另一个在镇上放贷的龙哥。龙哥看中了我们村的旅游项目，想强行入股分一杯羹。安子，你现在混得不错嘛，带着兄弟们一起发财呗，让你那个村子每个月给我们交1半的利润当保护费，不然的话，龙哥这不行。这个项目是全村人的，我做不了主。我不管，我只知道你以前开黑店，还有打架斗殴的案底都在我这儿呢。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这些东西全捅到派出所去。还有，我听说你们那个项目证件不全吧？江哥，我没办法了。我想着，如果我去举报，警察介入调查，至少能让项目暂时停下来，这样龙哥就暂时找不到由头来闹事。等我们把手续办全了，有了法律的保护，他就不敢怎么样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听完安子的解释，我心里的震惊和不解瞬间转化成了心疼。你这个傻子，江哥，你不怪我？我怪你干什么？我怪你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们是伙伴，是兄弟，有什么事应该一起扛。一个放贷的还能反了天不成？看来这背后还牵扯到涉黑涉恶问题啊！你愿意配合我们指证那个龙哥的敲诈勒索行为吗？我愿意。从派出所出来后，我立刻和警方制定了一个计划，由安子出面假装同意龙哥的要求，把他约出来谈判，然后警方再来个人赃并获。安子想通了吗？我告诉你，识时务者为俊杰。龙哥，我想通了，但是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我们村那个大学生秦江才是主事的，您看能不能我们当面聊聊？行啊，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今天晚上在镇西的茶楼天字好包间，记住只许你们2个人来，要是敢耍花样，后果自负。干得不错，放心，我们会在周围布控，保证你们的安全。晚上我和安子准时赴约，包间里一个壮汉正坐在主位上，他就是龙哥，他身后还站着2个面色不善的小弟。你就是秦江，看着也不怎么样嘛。龙哥是吧？不知道你找我们有什么指教？明人不说暗话，你们村那个旅游项目我看上了，以后每个月利润的50%交给我，我保你们平安无事。50%？龙哥，你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点。我们全村人辛辛苦苦到头来给你打白工。小子，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那个破村子开不下去？我信你有这个本事，不过我也想请龙哥看样东西。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录音笔，按下了播放键。你敢录音？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这种行为叫敲诈勒索。你说这份录音要是交到警察手里，你得在里面待几年？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上！废了他，把录音笔抢过来！2个小弟怒吼着朝我冲来。就在这时，包厢的门被猛地踹开，不许动，警察！龙哥和他的小弟们瞬间懵了，举着手僵在原地。龙哥团伙被一网打尽后，我们黑风山的事迹再次受到了广泛关注。县里不仅为我们开设了绿色通道，帮助我们迅速补办了所有证照，还特地拨款帮我们修缮了进村的道路，并把我们树立为全县的乡村振兴示范点。观众朋友们，今天是黑风山值得纪念的日子。从一个贫困村到一个远近闻名的4A级景区，黑风山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背后凝聚了一位返乡大学生的智慧和全体村民的汗水，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奇迹。儿子，下回跟我回去烧纸的时候，记得提醒我看看咱家祖坟是不是冒青烟了。爸，这哪是祖坟冒青烟，这是咱们大家伙一起努力的结果。授牌仪式结束后，村里摆起了长长的流水席。王强和安子红着眼眶走到了我面前。江总，以后我们俩就跟你混了，你指东我们绝不往西。没错。这辈子就跟定你了。别叫什么总，听着生分。我们是黑风山的创业3剑客。看着他们俩，我心里也满是感慨。谁能想到当初那个嚣张的黑导游何地头蛇，如今会成为我最得力的左膀右臂。小伙子还记得我们吗？我回头一看，竟然是当初那个88块旅游团的游客们，他们也特地赶来祝贺我们。我们看到新闻了，你们村现在可真厉害。我们这次来可是正儿八经买票进来的，再也不是那个倒霉的购物团了。大叔大婶欢迎你们，今天全场免单，大家随便吃随便玩。看着眼前一张张善意的笑脸，我感觉到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在我的心中慢慢萌芽。1年后，我结束了学业，而黑风山生态旅游村的运营也完全走上了正轨。村里的年轻人陆续辞掉了外地的工作，回到家乡，参与到村子的建设中来。我们成立了正规的旅游开发公司。这天，我召集了村里的核心成员，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大家请看，除了黑风山，我们周围还有好几个同样贫困但风景优美的村落。你的意思是，一个黑风山的成功不算真正的成功，我们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我们自己的村子。我明白了，
你是想把我们的黑风山模式复制到周边的村子去？没错，我们成立一个大黑风山旅游联盟，把周边的村子都联合起来，统一规划、统一品牌，各自发展特色项目。比如李家村可以主打温泉，张家寨可以主打攀岩探险，我们连点成线，连线成片，打造一个真正的全域旅游示范区。我的提议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热血沸腾，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一个更加宏伟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你这孩子好不容易安稳下来了，又要出去折腾。老婆子，你懂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江子这是在干大事业。妈，你放心，我只是去隔壁村，现在交通这么方便，我随时都能回来。江子常回来看看，加油，我们都支持你。我站在车旁，回头望向这个我深爱着的村庄，望向这些淳朴可爱的乡亲们。我的征途是绿水青山，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将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绽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彩。